来，大家都把手伸出来，跟着我做一个动作，用你的大拇指和食指捏一捏自己的耳垂，你仔细感觉一下，你这个耳垂是厚厚的一片，捏在手里软绵绵的，还是薄薄的一层，摸上去皮包骨头，甚至对着外头刺眼的太阳光一照，都能微微透过去。为什么要让你们一上来先摸耳朵？你们要晓得，这一摸啊，摸出的可是你这大半辈子的福气家底，是你投胎带来的本钱。你想想看，很多做爷爷奶奶的去医院抱起刚出生的孙子，第一件事是干嘛？是不是下意识的摸摸孩子的小耳朵？老一辈人嘴里常常念叨，哎呀，这孩子耳朵大，耳垂厚，将来肯定有大福气。很多人把这个当成迷信，当成一句吉祥话，其实不是的，这里面藏着极深的老祖宗的智慧。咱们中医里头有一句至理名言，叫做肾开窍于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咱们人体啊，五脏六腑各有各的门户，这个肾开窍就是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什么是先天之本？就是你从娘胎里带出来的根基，是你这辈子生老病死福祸吉凶的底座。这个根基足不足，先天的气血旺不旺，全反映在你这双耳朵上。看耳朵，看的就是你最真实的福报底子。佛法讲得很清楚，万般皆有因果，你今生耳垂是厚是薄，从来不是偶然。你们逢年过节去庙里拜佛，看看大殿里供奉的那些佛菩萨的塑像，哪一尊不是垂珠长长，两耳垂肩？为什么千百年来照相的师傅一定要把佛菩萨的耳朵塑造成那样？因为在我佛家的理念里，那就是最顶级的福慧之相。这厚厚的耳垂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舍得与厚道。你前世肯布施，哪怕是给过路的人施舍过一碗热粥，哪怕是别人有难的时候你搭过一把手，这些生生世世积攒下来的善业，全都会化作你这一世的福气。老天爷是绝对公平的，你前世结的善缘多，这辈子投胎就带着厚福来了。这福气长在哪？就长在你的耳垂上。所以耳垂厚的人天生就带着一种安稳的福分。这就好比你去银行开户，耳垂厚就说明你前世存的钱多，你这辈子开户的余额就非常可观。那么如果你刚才一捏，发现自己的耳垂很薄，甚至有点透光，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你在开户的时候带过来的老本不太多，前世攒下的福气家底相对薄弱了一些。说到这儿，很多人心里大概有数了，但是你们千万别以为摸完厚薄，这耳朵的玄机就看完了。我跟你讲，耳垂的厚薄只能说明你带了多少福气来，可是这笔福气你能不能拿得到？你能不能守得住？你晚年到底是享福还是受苦？光看厚薄是看不出来的。有一句老话你们肯定听过，叫有福之人必有福果。这个果怎么看？一只耳朵从下到上处处是机关。咱们还是接着看耳垂这个位置，厚薄只是第一关，耳垂底下还有两处极其隐秘的特征。这两处特征专管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关心的三个字：守得住你带来的福气。要是漏掉了，再厚也没用。这两处怎么看呢？你把你那个耳垂稍微往下拉一拉，仔细看它的朝向，这个耳垂的最底下长得像不像一颗坠下来的水滴？咱们老祖宗的相学上管这个叫垂珠。你顺着这个垂珠的尖端
仔细看看，它是笔直地往下耷拉着，还是微微向你的嘴巴方向翘过来。如果这个垂珠像一颗水滴一样微微朝着嘴巴的方向兜着，这在香学里有个专门的词叫垂珠槽口。这是什么意思？我给你打个最简单的比方，你看咱们过去农村下雨，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放个大水缸接雨水，这水缸的口要是敞开朝上，天上的雨水自然就全落进去了。要是缸底朝上，下再大的雨也接不到一滴水。垂珠朝向嘴巴，嘴巴是咱们吃东西纳福气的地方，这个耳垂兜过来就像个聚宝盆一样，把好运气好福分全给你兜住了。这代表什么？代表你前世带来的福气，到了这辈子不但进得来，而且守得住。很多老人家年轻时候赚了不少钱，可到了晚年，要么被骗了，要么全给败家子掏空了，自己手里一分钱剩不下。这就是没兜住垂珠槽口的人，往往到了晚年，手里有余钱，身边有依靠，福气漏不掉。你看完了垂珠，再顺着耳垂的根部往里摸，你摸摸耳垂和脸颊连着的这个地方，它是死死地贴在腮帮子上，还是垂下来之后微微和脸颊分开了一点空隙，这叫贴耳和离耳。如果紧紧贴着，说明你这个人早年拘谨，做事放不开，顾虑多，吃了不少辛苦。但如果垂珠又厚大，往下垂着的时候又微微离开腮帮子，我告诉你们，这叫晚运舒展。这意味着你到了晚年心宽了，看开了，日子越过越舒畅。结合起来看，这耳垂厚实，有垂珠微微离耳，这几处合在一起，专管咱们中老年朋友最挂念的一件事。晚福，你年轻时候的相要看额头，看眉眼，可你60岁以后过得好不好？老祖宗说，全在这对耳垂上。我见过一位陈阿婆，今年72了，她是个苦命人，早年守寡，一个人拉扯大一个儿子，儿子长大后去外地打工，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次。陈阿婆腿脚不太好，常年一个人独居在老家里。陈阿婆有个习惯，她见不得人受难，手里只要有点什么，总喜欢往别人手里塞。自家院子里种的2把青菜，刚从鸡窝里摸出来的几个热鸡蛋，她只要看见路过的邻居，总要拉着人家说，拿去吃，我一个人吃不完。谁家2口子吵架没空做饭，他就把人家的孩子叫进屋，给盛一大碗热腾腾的面条。谁家老人病了，他掂着小碎布熬一锅烂乎乎的粥给人端过去。他也不懂什么叫行善积德，他就是心肠软，见不得别人做难。儿子每次打长途电话回来，总劝他，妈，你别住那老屋了，来城里养老院吧，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陈阿婆死活不肯，她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街坊四邻都熟络，我哪也不去。可是她心里怕，你们到了这个年纪肯定懂那种怕。她最怕的就是有一天自己突然倒在家里，连个送医院的人都没有。她怕孤独终老，更怕成了儿子的拖累。有一年冬天的晚上，下着冷雨，地上湿滑，陈阿婆去灶间倒热水，脚下一出溜，咣当一下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她想爬起来，可胯骨钻心的疼，怎么都使不上劲。陈阿婆躺在冰冷的地上，心里绝望到了极点。她想，完了，儿子在千里之外，这下是真的要死在家里，没人知道了。就在这个时候，隔壁院子里传来一声大吼，陈大娘你怎么了？紧接着砰的一声，门被人
硬生生踹开了。冲进来的是隔壁家的后生，他二话不说，一把将陈阿婆背在背上，冒着冷雨就往镇医院跑。在医院住了大半个月，头2天儿子还没赶回来。你们猜怎么着？那间小小的病房被镇上的街坊四邻挤满了。张家媳妇端来骨头汤，李家大姐拿着毛巾给他擦脸，隔壁的那个后生夜里就打个地铺，守在病床边上，连查房的护士都看傻了，笑着说：老太太，您这5、6个儿女可真孝顺啊，排着班来伺候您。陈阿婆眼圈红了，摇摇头说：姑娘，他们没一个是亲的。等到第3天，儿子风尘仆仆赶回来，推开病房门，看到这一幕，眼泪唰的就下来了。他扑通一下给满屋子的邻居跪下了。隔壁那后生赶紧把他扶起来，说了一句：大兄弟，你别跪，当年我妈生病，大娘天天晚上给我下挂面，我是一口一口吃着大娘的面长大的，现在大娘衰了，轮到我背她了。躺在床上的陈阿婆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那对厚厚实实的耳垂，她突然懂了。很多算命的跟她说，她耳香好，晚年有大福。她以前不信，觉得自己孤苦伶仃，福从哪来？现在她明白了，福气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那是她自己大半辈子一碗粥，一次次搭把手，硬生生一勺一勺攒出来的。后来陈阿婆出院，再也不提怕老怕孤独的事了。她不去城里的养老院，因为她发现自己从来不是一个人。她晚年在熟悉的镇上被这一群非亲之亲照护着，日子过得安稳妥帖。你们想想看，佛法讲因果，这因果难道是虚无缥缈的吗？它太真实了。耳垂后有垂柱，这只是老天爷发给你的一张底牌，但真正让陈阿婆晚年得福的是她把舍得这2个字活成了骨子里的本能布施。不一定非得是大把大把的捐钱，你给邻居一个笑脸，人家困难时你搭一把手，这就是在给自己的晚年铺路，这就叫往福报账户里存钱。咱们很多老朋友总抱怨儿女不在身边，晚年凄凉。你扪心自问一下，你待人是计较的多还是搭手的多？你的心要是像那朝外的耳珠一样，什么都想往外推，什么都舍不得给，那你晚年的福气自然也就跟着散了。你把心放宽厚了，像那兜住的垂珠一样去包容，去给予，哪怕你身无分文，走到哪里也都有人尊你、敬你、照顾你。这是看耳垂，专门看你晚年的福分能不能兜得住。可是你们要晓得，看福气不能光盯着耳垂。现在你们把手指头往耳朵中间挪一挪，摸摸耳朵眼外面这个洞口，对，就是声音进到耳朵里的这个大门。咱们老祖宗的相学里管这个地方叫做耳门。你们自己仔细摸摸看，感觉一下，这个门是宽宽长长的，手指头搁在边上，觉得很开阔，还是窄窄紧紧的，好像被旁边的软骨给挤住了，显得特别逼仄。为什么要摸这里？你们要晓得，这个耳门就是你这辈子接纳福气的大门。老祖宗看相有一句铁打的断语，叫耳门宽大，聪明豁达，耳门宽广，福寿绵长。这个道理很简单，福气从哪里进？从门里进啊，门开得大，外头的好运善缘财气才能浩浩荡荡地涌进来。门要是开得太小，福气到了你家门口，它挤不进去啊。那么这个耳门在咱们人身上
到底对应着什么呢？我告诉你们，它对应的就是2个字：心量。佛法讲得很清楚，境由心造，相由心生。你这个人肚子里能容下多少人，能装下多少委屈，你命里就能纳多少福。耳门宽敞的人，往往心胸也宽广，别人骂他一句，他笑笑就过去了，别人占他一点小便宜，他不往心里去。这种人看起来好像天天在吃亏，但你往长远了看，他吃的亏最后全变成了他的福报，因为他的心量大，把那些不好的契机全给化解了，腾出地方来装的全是好运。反过来，有些老朋友耳门窄，一遇事就爱钻牛角尖，儿媳妇随口说了一句什么话，他能在气的晚上睡不着觉，邻居不小心把垃圾扫到了他家门口，他非得去跟人家大吵一架。你想想看，就这么大点心眼里面全塞满了怨气计较，哪里还有一点点缝隙去装福气呢？我常常讲，很多老人家天天烧香拜佛求福报，却不知道福报其实早就给你送来了，只是你自己的心门关得死死的，把它挡在了外头。我给你们讲一个历史上的真事，你们听完这个事就彻底明白什么叫做大心量有大福报了。清朝的时候，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名臣叫张英，张英当时在京城做大官，位极人臣，他的老家在安徽桐城，张家在那一片是名门望族，大户人家。有一年，张家的老宅要翻修院墙，正好隔壁邻居吴家也要盖房子，两家人为了院墙中间那一小块地界起了争执。张家说，这是我家的祖宗地界，你要往后退。吴家也硬气，凭什么我退？这明明是我家的地，两家都是当地的大户，谁也不肯让步，越吵越凶，最后竟然闹到了县衙门。县令一看，一边是京城大官的家属，一边是地方豪绅，两边都得罪不起，干脆和稀泥拖着不判。张家里的人气坏了，心想，咱们家老爷在京城当那么大的官，还能受你这等乡野村夫的欺负，马上写了一封加急的密信，派人快马加鞭，日夜兼程送往京城，交到了张英的手里。信里头的火气大得很，无非就是让张英赶紧给地方官施压，好好整治一下吴家，把面子争回来。张英在京城打开这封信，看完之后什么也没说，提笔就写了一封回信，让人快马送回老家。老家里的人眼巴巴地盼着呢，送信的马一到，家里主事的赶紧把信拆开，本以为老爷肯定在信里安排了什么雷霆手段，结果定睛一看，信纸上没有一句狠话，只有4句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3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家的人看完，脸唰的一下全红了。他们站在院子里，看着那堵争来争去的墙，突然觉得羞愧难当。老爷在京城心装着天下，自己在这乡下却为了一堵墙，争得面红耳赤。张家人马上叫来泥瓦匠，二话不说，主动把自家正在盖的院墙往后退了3尺。隔壁吴家一看懵了，本以为张家会仗势欺人，怎么突然自己退了？一打听，知道了张英的那首诗，吴家的当家人也同样羞愧的无地自容。人家堂堂京城大官，不但不仗势欺人，还主动让步，咱们这算什么？吴家人立刻也叫来工人，把自家的院墙也往后退了3尺，两家各退3尺，中间就空出了一条6尺宽的巷子，这就成了后来流传百世的6尺巷。你们仔细想想看，张英退了吗？表面上看
他丢了3尺地，但实际上呢，他赢得了全天下人的敬重。后来张英的儿子张廷玉更是做到了清朝3代帝王的辅政大臣，张家1门2代宰相，家族兴旺了上百年。这就是老祖宗的大智慧啊！让他3尺又何妨？这就是把耳门打开，把心量撑大。张英如果不让步，动用官府的权力把邻居强压下去，强是争回来了，但2家结下了死仇，这股怨气就会一直盘旋在老宅的上空，张家的家运也就埋下了祸根。他这一退让，化干戈为玉帛，把怨气化成了吉祥的契机，不仅保全了家宅的安宁，还给子孙后代积下了天大的阴德。现在的很多老朋友年纪一大把了，还在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生气，在菜市场买菜，为了1、2毛钱跟小贩吵得脸红脖子粗。在家里，儿女没顺着自己的心意，就赌气连饭都不吃。你赢了理，吵赢了架，可是你输掉的是什么？是你自己身心里的和气，是你这家里的风水呀。你们要晓得，遇到烂事不计较，遇到小人不纠缠，这不叫懦弱，这叫大格局。你的心胸像大海一样，别人扔块石头进来，连个水花都翻不起来，那你的福气也就跟大海一样深不可测，耳门宽窄，先天是爹妈给的，但后天能不能把心门彻底推开，全在你一念之间。但是人活在这个世上，不是光有宽大的心量就行了。很多老朋友也会问，我心眼也挺好的，也不跟人计较，怎么我年轻的时候还是到处碰壁，吃了那么多苦头？这就要接着往耳朵的外圈看了，那上面藏着老天爷打磨你的一把刻刀。现在大家的手指头顺着耳门往外走，摸摸你耳朵最外头的这一圈边儿，老祖宗管着最外面的一圈，叫做耳轮。你再往里头摸，紧挨着耳轮内侧有一块硬硬的软骨，这块软骨叫做耳廓。你们对着镜子看看，或者用手仔细摸摸正常的耳朵，是最外面的耳轮把里头的软骨包起来的，这叫轮廓分明。但是有一部分朋友，你摸摸看，里头的那块软骨往外凸出来了，甚至反着翻到了外侧，把最外圈的耳轮给反包了，或者挤占了外圈的位置。在咱们老祖宗的相学里头，这个面相有个专门的词，叫做轮飞廓反。很多看相的一看到轮飞廓反，就会吓唬人，说哎呀，你这个人命不好，要一辈子奔波劳碌，要破财。我告诉你们，那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胡说八道。你们要晓得，老天爷生人没有绝对的坏相。这轮飞廓反到底代表什么？它代表的是你这个人的心性，性子急，胆子大，脾气倔，不服输，也就是咱们俗话说的反骨。长这种耳朵的人，往往年轻的时候都很聪明，脑子转得极快，但是致命伤就在于缺乏耐心，总想着一步登天，别人走路还走不稳呢，他就想着要飞了。所以这种人早年一定会经历大量的奔波挫折，吃很多苦头。为什么？因为你心性太浮躁了，老天爷必须要用一桩接一桩的麻烦事来当磨刀石，一点一点把你那尖锐的棱角给磨平。这在咱们老祖宗的智慧里叫做事上磨练。我认识一位老周年轻的时候就是典型的轮飞廓反，2只耳朵里头的软骨突突走，他这人聪明极了，但是年轻时候那个脾气真是一点亏都不肯吃，一点气都受不得。早年他在厂里上班，跟车间主任因为一点小事起了冲突，
人家批评他2句，他当场就把扳手摔了，指着主任的鼻子骂。结果呢，厂里第一批裁员，头一个就把他给开了。下岗之后，老周不服气啊，总觉得自己能干出一番大事业。他东拼西凑借了一笔钱，去搞什么大生意。今天听说倒腾钢材赚钱，明天听说炒地皮发财，什么来钱快他就干什么，根本不下苦功夫去钻研，结果可想而知，被人骗了个底朝天，赔得血本无归。到了50岁那年，别人这个年纪都准备抱孙子享清福了，老周呢欠了一屁股烂债。那个大年30的晚上，别人家都在吃团圆饭放鞭炮，老周一个人坐在冰冷的屋子里，面前摊着一个破账本，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债主的欠款数字。他老婆在厨房里切咸菜，一边切一边默默地抹眼泪，连声长叹都不敢叹出声，生怕刺激了他。老周攥着笔，手一直在抖。那一刻，他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双软骨外翻的耳朵，心里生出一种巨大的绝望。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完了，什么都没干成，还把老婆孩子拖进了火坑。很多人到了这一步，可能就破罐子破摔了，要么去赌，要么去赖。但是老周没有人啊，往往就是被逼到了绝境，那个本来浮躁的心反而吧嗒一下落回肚子里去了。佛法讲得很清楚，烦恼即菩提，你不吃透那个苦，你就发不出那个大愿，你也转不了那个心念。50岁的老周像是突然换了一个人，他不再去想那些一夜暴富的梦了，他捡起了一门最笨、最慢、最不起眼的老手艺，老式家具修复。这活儿又脏又累，来钱极慢，一张破旧的老太师椅收回来，他得拿着砂纸一点一点的打磨，一做就是一整天，满屋子的木屑飞扬，呛得人直咳嗽。可是老周不急了，别人嘲笑他说50岁的人了，还在干这种苦力活，他不回嘴，只是笑笑。你们想想看，他手里拿着砂纸在打磨那块烂木头，其实他打磨的是什么？打磨的是他自己那颗浮躁了半辈子的心啊！他把从前那个动不动就发火、急功近利的自己一点一点给磨平了，木头上的漆掉干净了，他心里的那些狂妄、怨气也跟着掉干净了。这笨功夫一下就是10年。老周的手艺越来越精湛，脾气越来越温和，凡是找他修东西的人，不管怎么挑剔，他都不生气，答应哪天修好，他熬夜也给人弄出来。渐渐的，他攒下了极好的口碑，那些原本看不起他的人开始千里迢迢拿着家里祖传的老物件找上门来求他。老周60岁大寿那天，发生了一件让他自己都没想到的事。那天家里的门被敲开了，站在门口的竟然是当年那个跟他吵过架，亲自把他开除出厂的老厂长。老厂长如今也老了，颤颤巍巍地抱着一个摔断了腿的紫檀木盒子，满脸尴尬地站在那儿。老厂长四处打听，才知道如今城里手艺最好的老师傅竟然是当年那个摔扳手的刺头老周。老厂长站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如果换作年轻时候的老周，早就冷嘲热讽，一把将门摔在人家脸上了。可是60岁的老周看着门外的老人，只是愣了一下，接着赶紧侧过身子，搬出屋里最好的一把椅子，笑着说：老厂长，外面风大，快进屋喝口热水，盒子交给我，您放心。那天中午，老周没有记当年的仇，反而炒了几个小菜，请老厂长喝了一顿酒。
那杯酒下肚，老周彻底释怀了。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当年的下岗，当年的跟头，都不是别人在害他，那是老天爷在渡他，在救他啊！不经历那些跟头，他这辈子都不可能安安稳稳地坐在板凳上，把这门手艺干出来。后来老周还清了所有的债，成了这门手艺里公认的泰斗，晚年受尽了徒弟和街坊的敬重。所以摸到自己轮飞扩返的朋友，你千万不要灰心。耳朵外侧的这个轮廓看的就是咱们早年的运势，早年奔波吃苦碰壁，那不是命薄，那是老天爷看你这块料子太硬了，再给你下错刀呢。只要你在世上把脾气给磨平了，把心里的怨气给化掉了，咽下了常人咽不下的委屈，下了常人不肯下的笨功夫，那你早年吃过的那些苦，最后全都会变成你晚年牢不可破的福报基石。不过讲到这里，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说既然要磨练，那这个福气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真正落到我头上呢？这就要继续往耳朵上看了。咱们得看看你的耳朵到底长在脸上的哪个位置，这就牵扯到天地间的时节因缘了。你们现在伸出手，凭着在自己脸上比划比划，以你的眉毛为一条横线，再以你的眼睛下面为一条横线，你顺着这两条线往两边看，看看你的耳朵长在什么高度。有的人耳朵长得高，耳朵最上面的那个尖儿高过了眉毛，有的人耳朵长得低，耳朵的最上沿连眼睛的位置都够不到，整体往下坠着。很多人一看自己耳朵长得低，心里就发慌，觉得哎呀，人家都说耳高过眉，聪明富贵，我这耳朵低，是不是这辈子就没指望了？我告诉你们，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这个耳朵高低在老祖宗的相学里看的是你这个福气，在他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才会成熟，这就叫天地间的时节因缘。耳朵长得高，高过眉毛的人往往早会，小的时候脑子就灵光，读书聪明，20-30岁就能在社会上冒头，这叫早发。但是你们要晓得，早发未必是好事。世间万物，春天开的花，秋天早就谢了，早早得了大名大利。如果心性没跟上，到了中年往往容易栽大跟头。那耳朵长得低呢？耳朵低的人开窍慢，起步晚，别人30岁成家立业，风生水起，他可能到了40岁50岁还在泥潭里打滚，干什么都不顺。这种人在常人眼里就是没出息，可是老祖宗不这么看，老祖宗把这种相叫做大器晚成。这个道理很简单，你种一棵树森林，2-3年就能砍下来当柴烧，可你要想种一棵能做栋梁的紫檀木，那得等上几百年。福气也是一样的，有的人的福报老天爷给他安排的时节就是晚年，不到那个火候，你急也没用，你求也求不来。汉代的时候有个叫朱买臣的人，这个朱买臣就是典型的起步晚，大器晚成。他到了50多岁了，头发都灰白了，还在干什么呢？还在靠上山打柴为生。你想想那个画面，大冬天的，北风刮得像刀子一样，朱买臣穿着破破烂烂的麻布衣服，脚上的草鞋都磨穿了，冻得直打哆嗦。他背着一大捆沉甸甸的干柴，走在长安城外满是泥泞的土路上。可是这个人有个毛病，他一边背着柴，一边手里还拿着一卷破竹简，摇头晃脑的在大街上背书。街上的闲人小孩都指着他哈哈大笑，拿泥巴丢他，把他当成个老疯子。他老婆跟在他后头，
觉得丢人丢到了极点。你想想看，一个女人跟着你过了大半辈子，饭都吃不饱，到了50岁了，还要上街去挨冻受人嘲笑，这谁受得了？那天下了大雪，才卖不出去，家里连下锅的米都没有了。他老婆终于崩溃了，把装水的破陶罐啪的一下摔在地上，指着朱买臣大哭着吼道：朱买臣，你看看你这个穷酸样，50岁了，半截身子都入土了，还天天做你的读书当官梦，我受够了，这日子没法过了，你写休书吧，我要改嫁。朱买臣看着满地摔碎的陶片，又看着妻子那张布满风霜绝望透顶的脸，他心里也苦啊，但他没有发火，只是叹了口气，用冻得通红的手拉住妻子的衣袖，极其诚恳地说：你再等等，再等最后一下，算命的早就跟我说过，我命中必定在50岁这一年大发，我现在马上就快50岁了，你跟我吃了这么多年的苦，等我富贵了，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你，你别在这个时候走。他老婆听完冷笑了一声，一把甩开他的手，等你富贵，我怕我先饿死在这个破茅草屋里。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后来真的改嫁给了一个修路的苦工，老婆跑了，别人都把他当笑话看。要是换了普通人，50岁老婆跑了，家徒四壁，可能直接就崩溃了，甚至找根绳子就在树上挂了。但是朱买臣没有，他心里没有怨恨，也没有自暴自弃。第二天雪停了，他照样挑起那根扁担，照样上山打柴，照样在泥泞的路上大声地背书。他把那些屈辱、嘲笑、贫穷全都咽进了肚子里。他就像一块在地下埋了千万年的煤炭，默默地受着重压，等待着属于他的那一点火星。结果真到了50多岁那一年，时节姻缘成熟了，汉武帝要找天下懂经典的人才，朱买臣的同乡正好在朝里做官，向皇帝极力推荐了他。汉武帝一召见，一听他谈论春秋大义、治国之道，惊为天人，当场就封了他大官。几年之后，朱买臣位列九卿，坐着高头大马，前呼后拥地回到了家乡。他在路上正好碰到了他的前妻和那个修路的后父，那两口子吓得跪在泥水里，浑身发抖，以为这下死定了。当年那么羞辱他，现在人家当了大官，还不随便捏死自己。可是朱买臣走下车，看着泥水里的前妻，他干了什么？他没有嘲笑，也没有报复，而是让人在后院专门腾出了一间房，给他们夫妻俩送去好酒好肉，让他们住下，好好养活他们。你们看，这就是等到了火候的人，他熬过了最冷的冬天，心里早就被磨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了，哪里还有什么恨？他懂了老天爷的安排，知道自己就是晚成的命。那前妻当年的绝情，不过是老天爷用来考验他心性的工具罢了。佛法讲得很清楚，世间的事情因缘没到，你急出白头发来都没用。你这双耳朵如果长得低，你千万别去怨天尤人，更别在30-40岁的时候因为一点挫折就觉得这辈子完了。你要告诉自己，我的时节在后头呢。你现在经历的这些坎坷不顺，被人看不起，那都是因为你的那锅汤还没熬到火候。只要你不去造恶业，不去怨恨别人，你老老实实的守着你的本分，该干什么干什么，把心养得厚厚的，等到了那个时节，该你的福报一分都不会少你的，晚来的福才叫稳如泰山。听到这里，关于耳朵的形状高低厚薄，咱们基本上就摸透了。这些东西
都是爹妈给的，是前世注定带过来的底子，一旦长成了，这辈子基本上骨相是变不了的。但是我今天要给你们揭开一个最大的玄机，很多人以为像既然定死了，那就只能认命了。错，你们要是只听到这里，那就亏大了。整个耳朵上有一处地方它是活的，它每天都在变啊。这个地方如果坏了，哪怕你耳垂再厚，长得再好，福气也会漏个精光。这个地方要是养好了，哪怕你耳朵薄得像纸，也能反败为胜。它是什么呢？就是咱们接下来要讲的耳朵的气色。你们现在拿面小镜子照一照，这回咱们不摸厚薄了，也不看高低了，咱们看什么？看颜色，看这耳朵上的气色。有很多老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这耳朵的颜色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肉色吗？我告诉你们，老祖宗看相最深奥、最核心的秘密，就死死地藏在这个气色里头。前面的耳垂厚薄、耳门宽窄，那叫骨相。骨相是死板的，是你生下来就定型的开户余额。可是这个气色啊，它是活的，它每天都在变，甚至你早上看和晚上看，只要你经历了一场大喜大悲，这耳朵上的颜色立刻就不一样了。你仔细看看，你的耳朵现在是白里透红、明亮润泽的，还是暗沉发灰，甚至隐隐透着一股清气？老祖宗相术里讲得很透彻，耳色明润，好运自然来；耳色枯暗，灾祸在眼前。为什么这么神？这个道理很简单，咱们前面讲了，肾开窍于耳，耳朵连着咱们人体的先天之气。你最近如果心宽体胖，待人接物一团和气，不跟人计较，你心里的那个气机就是顺畅的，气血一通，全涌到了耳朵上，这耳朵看着就红润，就发亮。这就说明你最近正在往你的福报账本里疯狂的存钱，福气马上就要到了，你求的事很快就要顺了。反过来你想想看，如果你最近天天算计别人，在家里骂儿媳妇，在外面占小便宜，你的心是紧绷的，是充满了戾气的。佛法讲得很清楚，贪嗔痴就是毒药啊！你心里有怨恨，有算计，你身上的气血就是淤堵的。这一堵，耳朵上得不到气血的滋养，立马就会变得枯暗、发青、干瘪。这就说明你在疯狂的提款，福报正在漏光。10多年前，有个在城里大企业当高管的女强人，这个女人才40来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可是你一看她的脸，面容枯槁，两眼无神，一点精气神都没有。我特意看了一眼她的耳朵，那一双耳朵薄薄的倒也罢了，关键是死气沉沉，上面还蒙着一层青灰色的暗气。她坐在我面前，一边哭一边说，觉得自己活不下去了。怎么回事呢？她以前在公司里那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他信奉一句话叫慈不掌兵，为了冲业绩，他把手底下的员工逼得连轴转，谁要是出了点错，他在会议室里指着人家的鼻子破口大骂，骂得人家小姑娘当场崩溃大哭，甚至有老员工被他逼得得了严重的抑郁症，彻底毁了事业。在商场上他更是雷厉风行，为了拿下一个大客户，不择手段地打压竞争对手，断了别人的活路，把人家逼到了绝境上。她确实赚到了大钱，买了大别墅，开着豪车。可是结果呢，她老公受不了她这种刻薄冷酷的性子，连夜收拾行李跟她离了婚。她身边的亲戚朋友都被她算计怕了，见她就像见鬼一样躲着，
连个说过心事的人都没有。到了最后，他一个人住在大别墅里，整夜的睡不着觉，一闭上眼就觉得心慌气短，总觉得有人在背后揍他。去医院一查，重度神经衰弱，五脏六腑全出了问题，连大夫都查不出具体的病根。我当时看着他那双发青的耳朵，叹了口气，跟他说，你赚的那点钱全是用你命里的福报换来的，你对人太刻薄了，你把别人的路堵死了，老天爷就把你的契机给锁死了，你现在都福气早就漏光了，再这么下去连命都要搭进去，放下吧，趁着还有口气赶紧去把这颗心洗一洗。他听了进去，回去之后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惊掉下巴的决定，他辞掉了那个年薪几百万的职位，把手里的业务全盘交了出去，一个人悄悄离开了大城市。他跑到南方的一个穷乡僻壤，用剩下的积蓄包下了一大片荒山。他不去想怎么赚钱了，他就是觉得心里头太乱太苦，想找个没人的地方下地干点最苦最累的体力活，把自己给埋起来。刚开始他雇了村里的几个老农跟着他一起种树，按理说这是雇佣关系，我给你钱，你给我干活。可是有一天他在山上干活，天热加上低血糖，累得一头栽倒在泥地里。等他醒过来，发现村里一个根本不认识的老大娘正远远地端着一碗滚烫的红糖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上来，小心翼翼地递给他，眼里满是心疼。他捧着那只粗瓷碗，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下来了。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这10几年在商场上厮杀，用钱衡量一切，从来没有人在他落难的时候不图回报地给他递过一口热水。从那天起，他的心彻底软了，他不再像以前那样高高在上，他把买来的好树苗免费分给村里的穷苦人家，他耐下心来，沾着满身的泥土，手把手教村民怎么种果树。有村民家里出了变故，他二话不说，掏出钱来帮忙垫医药费，连欠条都不让人家打。他不再算计这片荒山什么时候能回本，他就全当是给自己前半生造的那些恶业在还债。这一种就是整整5年，5年之后，有个以前的朋友顺道去山里看他，回来之后大呼惊奇。那个朋友说，他现在的样子跟以前简直判若两人，虽然天天在山上风吹日晒，皮肤黑了，手上全是老茧，但是整个人由内而外透着一股难以形容的祥和从容。最绝的是什么？最绝的是他那双耳朵，当年那干瘪发青毫无生气的耳朵竟然变得肉乎乎的，而且白里透红，就像婴儿的耳朵一样，散发着一股明润的光泽。这几年他不但病全好了，连睡眠都比头沾枕头就着，当年种下的那些树也成了林子，带着全村人致富，大家把他当自家人一样敬着。他现在的日子过得极其安宁，舒心，走到哪里都是一片笑声。你们要晓得，这就叫相随心转啊！这才是今天我最想点给你们的那个大玄机。老祖宗讲的看相，从来不是给你判死刑的。有的人捏了捏耳朵，发现又厚又软，垂珠又大，高兴得不得了，以为这辈子就可以躺着享福了。我告诉你们，如果这双好耳朵配上的是一张刻薄的嘴，一颗贪婪的心，你天天造恶业，你看吧，不用几年，这双耳朵的颜色就会变得枯暗发黑，
这就好比一个水库底下被人凿穿了，水全漏光了，好像不稀，照样败个精光。反过来，就算你先天带来的耳相平平无奇，甚至薄得像张纸，只要你肯把心放宽厚，多结善缘，你慢慢看，你那双平薄的耳朵气色一定会一天天红润起来，最后慢慢长出福气来。这就好比虽然是个小水洼，但你天天往里头注净水，总有一天它能变成深不可测的福海。你的心才是这个世上最厉害的风水师。可是既然明白了福气是存出来的，那问题就来了，咱们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没有几百万去散，也没有荒山去包，咱们在日常这柴米油盐家长里短的日子里，究竟该怎么做才能把这水库里的福水给一点点蓄满呢？老祖宗早就给咱们留下了培福三招，只要你把这三招用活了，命里的福气你想拦都拦不住。咱们先说第一招，打开净水口。佛法讲得很清楚，这个净水的动作就叫做布施。很多老朋友一听到布施这两个字，连连摆手说，哎呀，我一个月就那2-3千块钱的退休金，自己吃药买菜都得精打细算，我拿什么去布施啊？你们要晓得，这是把布施给看扁了，看狭隘了。老祖宗讲的布施绝对不仅仅是让你去庙里捐钱，或者往功德箱里塞钞票。布施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你心里那个舍得给的念头开始的。你比如说，家里有不穿的旧衣服、旧铺盖，洗得干干净净，送给外面收废品的，或者在天桥底下挨冻的流浪汉，这叫财布施。你在小区里散步，看到邻居家的小孩摔倒了，你赶紧跑过去把孩子扶起来，替人家拍拍灰，这也是布施。甚至你走在街上，看到那些刚下班的年轻人累得满脸愁容，你冲人家善意的笑一笑，给人家点个头，让别人心里觉得暖和了一下，这叫无畏布施。你给了人家一份安心啊。还有咱们年纪大的人经历的风浪多，你把老祖宗这些做人的好规矩、好道理平心静气地讲给后辈听，劝人向善，解开别人心里的死疙瘩，这叫法布施，功德无量啊。但是我告诉你们，做布施有一个极大的边界和规矩，很多人都犯了这个大忌，那就是量力而行，绝对不能攀比，更不能求回报。你兜里只有10块钱，你欢欢喜喜的拿出1块钱去帮人，你这块钱的功德比那些大老板为了出风头捐的100万还要大。为什么？因为你是真心实意在舍。可是要是你今天给邻居端去了1碗饺子，明天就眼巴巴地盼着人家还你1碗红烧肉，或者你帮了别人一个忙，就天天挂在嘴边，生怕别人忘了你的恩情。只要你心里有了这个求回报的念头，这就变味了，这就成了做买卖搞交易了。做买卖能赚到钱，但赚不来福报，你施恩图报，最后往往换来的是失望和怨恨。原本蓄进来的那点福水，因为你这一生气全给烧干了，进水口打开了。咱们接着说第2招，堵漏水口。老祖宗把这叫做惜福。我跟你们讲，咱们有很多老人家其实一辈子心地挺善良的，也没干过什么坏事，也挺愿意帮人的，可是到了晚年，家里还是鸡飞狗跳，自己还是多病多灾，存不住钱，也想不到儿女的轻福。为什么？因为他底下的漏水口太大了，一边存福，一边疯狂的漏福。怎么漏的？第一个最大的漏水口就是糟蹋物力。这个道理很简单，
老天爷生出万物来养育人，一粒米，一滴水，一张纸，里头全是有因果契机的。你吃完饭，碗底剩下一层米粒，随手往泔水桶里一倒，洗手的时候水龙头开得老大，水哗哗的流，也不心疼。你糟蹋的这些全是你自己命中注定的份额啊！老祖宗常讲折福折寿，你把东西糟蹋了，福气就折损了。第二个，漏水口，就是咱们这张嘴口业太重，这也是很多老朋友最容易犯的毛病。遇到点不顺心的事，就在家里长吁短叹，抱怨连天，甚至在背后东家长西家短地嚼舌根，说别人的坏话。你们想想看，嘴巴就像一把刀子，你每说一句尖酸刻薄的话，就是在自家水库的大坝上捅一个窟窿。嘴巴太毒太碎的人，家里的好风水全顺着这张嘴给漏干净了。所以咱们要惜福，要知足，要守口德。可是我这里也要给你们提个醒，惜福也有个边界，惜福绝对不是让你当个铁公鸡，更不是让你去自虐。有的老人家为了省那点电费，大夏天的40度的高温，死活不开空调，结果热出了热射病。有的老人家冰箱里的剩菜馊了，长毛了，舍不得扔，非得热一热吃进肚子里，结果吃出了急性肠胃炎。这叫惜福吗？这是愚痴啊！该用的时候就要用，该花的时候就要花。惜福的根本在于不浪费，不糟蹋，而不是让你把日子过得苦哈哈的。你为了省1毛钱，把命搭进去了，这不仅是不惜福，反而是在造大孽。前2招一进一堵，水库里的水就存下来了。最后咱们说最根本的第3招，养源头。咱们要让这个福报连绵不断，就得把心相给养厚实了，这就叫宽厚。前面讲过，不管你原来的耳相是轮飞扩反，还是耳门逼窄，那是死骨相。要想让耳朵的气色亮起来，形状往好里走，唯一的办法就是养心。老子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厚道宽厚最养咱们的气血，也最养福运。什么是宽厚？就是在日常生活里遇事让3分，给人留余地。别人无心踩了你一脚，别人在背后误会了你2句，你不往心里去，不记仇。别人逼到绝境了，你不落井下石，反而悄悄给他留一条生路，这就是在养你生命源头里的福德。当然了，宽厚不是懦弱，不是人家骑到你脖子上拉屎你还不吭声。如果有人触碰了做人的底线，伤害了你的家人，你该报官报官，该讲理讲理，但是你的心里不带那种咬牙切齿的毒恨，这就叫金刚怒目，菩萨低眉。手段可以是霹雳手段，但心肠一定是一副菩萨心肠。只要你长年累月地把这3件事做下去，你再去照照镜子，你原本薄薄的耳垂不知不觉就变得厚实绵软了，你原本发青暗淡的耳朵气色也就变得白里透红，明润发亮了。耳朵长成什么样，那是前世给你的开户数字，但这辈子到底有没有福，能不能笑到最后，全是这3招自己一天天实打实挣来的。好了，讲了这么多，我知道咱们有些老朋友记性不好，听完转头可能就忘了。我今天就再给你们啰嗦一遍。第一，咱们一上来摸的这个耳朵，不管是耳垂厚薄、耳门宽窄，还是耳朵的高低，你们要晓得，那只是你前世带来的开户余额
耳朵长得好，你千万别得意，不修心照样败光。耳朵长得薄，你更别害怕，别去听那些江湖算命的瞎忽悠，只要你后天肯修，平相一样能补成大富大贵的后福。第二，这几件事打死别做，别糟蹋粮食，别浪费物力，更别让家里这张嘴变成漏风的破坝。遇到不顺心的事，哪怕咬碎了牙，也别恶语伤人。你把嘴闭上，把气沉下去，你的福气就漏不掉。第三，这几个救命招照着做，多布施，量力而行的去帮人，给个笑脸也是功德，多宽容，吃点小亏不计较。你把这几步做踏实了，我告诉你们，连你自己每天照镜子都能亲眼看到自己的耳色一点点亮起来。你们仔细想想看，咱们今天讲的是耳朵，但实际上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人心啊！老祖宗留下的智慧，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最好的风水从来不是你埋在哪块风水宝地里，也不是你住多大多豪华的房子，而是你胸膛里这颗肉长的心。最大的改命就是改你的念头，改你的行为，改你种下的因。而且咱们到了这个年纪，你修的这份宽厚，不光是改你自己的面相和耳相，你们要知道，老人在家里就是一根定海神针，你遇事宽厚，不计较，儿女天天在一旁看着，耳濡目染，整个家风就正了。一个厚道的长辈能养出一个有福气的家，这个家风福泽子孙，这才是你留给后代最硬的底牌，比留千万家产都管用得多。今天这个缘分很难得，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讲的这些对你有帮助，让你心里亮堂了，请你动动手指，给这个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更重要的是什么？你千万不要自己听完，看懂了就算了。佛法讲得很清楚，法布施的功德是极大的。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们的亲戚朋友，还有你们的儿女。你不要以为这只是顺手凑个热闹，你想想看，你这一转发，万一视频里的哪句话正好点醒了某个正在钻牛角尖的人，让他少造了一场口业，少生了一次气，或者少败了一次家运，你这就是在救人一命，护人一运啊！这就是你在给自己，给你的家里人积攒天大的福德。俗话讲，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做出的善举，老天爷这本福报账上全给你记得清清楚楚。最后，我希望你们看完之后，都能在底下的评论区里留下一句你的善言，哪怕你就打上一句愿家宅平安，或者留一句愿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千万人的善念在这个地方汇聚在一起，它形成的这个正向的能量场威力是不可思议的。你今天写下的一句善言，发出的一个善念，它在天地气机中转一圈，最后全都会回向到你自己和你家人的身上。